逆袭！是黑风军，黑风军下山了！跑！快跑！别管那些嫁妆了！黑风军杀人不眨眼，快逃命啊！我居然没死！我不是为了掩护全城百姓和科研人员撤退，和那只 S 级的变异暴尊同归于尽了吗？这是大漠。从荒废区域传来，短短2分钟，我已经认清了眼下的处境。原主本是没落勋贵沈家的嫡女，1个月前，驻守北地边关年过半百的安北将军向沈家讨要济时，沈家贪图郎君手里的兵权和丰厚的聘礼，一口答应下来。原主本就身子骨孱弱，这一路上风餐露宿，早在昨夜便悄无声息地死在了这前往边关的荒道上。我则顶替原主成为了替嫁漠北的弃子。既然上天给了我重活一次的机会，这烂摊子我接了。1组控制辎重车，清点粮草数量；2组散开警戒4周制高点；3组检查有无活口。动作快，不要伤及无辜百姓。不对，在原主记忆里，黑风军是京城传言青面獠牙、生啖人肉的流寇，可这命令简短有力，条理清晰，绝对不可能是土匪。看来传言有误。统领，这顶花轿里面好像有人！出来！有点意思。你是沈家去边关和亲的女人？我是，但我不是去和亲的，我是被家族抛弃的弃子，替我妹妹顶包，扔给边关那个有虐杀癖好的老烹子，换取军功的筹码。黑风军只劫贪官财物，不杀无辜百姓。你自由了，往南跑，也许还能活命。等等，往南是荒漠，距离最近的城镇上百里。我一个手无寸铁、没有干粮和水源的女人，走进去活不过今晚。我不想死在沙漠里，更不想往北去给那个老湾夫当玩物。你以为黑风军是开善堂的？寨子里没有多余的口粮养闲人。那个兄弟的伤口已经严重感染化脓，伴随高烧，不用烈性酒精清理，剜掉腐肉，最多3天，整条胳膊保不住，命也保不住。你们的战马马蹄开裂，眼白发黄，马毛枯燥，长期缺乏盐分和精饲料。你们的补给线已经被朝廷彻底切断很久了，只靠劫道养不活一支军队。带我回黑风寨。你们缺粮，我能帮你们找粮；你们缺药，我懂医术，能治伤。我不仅能让你们活下去，还能帮你们把边关牢牢攥在自己手里。如果你做不到，或者被我发现是朝廷探子，我会亲自用这把刀，一点点剥下你的皮。一言为定，大统领。收拾辎重，回寨。万幸，陪伴了我10年的无限空间，完好无损地跟着我的灵魂一起穿过来了。压缩饼干、军用罐头、抗生素、现代医疗站装备、高长农作物种子都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代，我终于找到了属于我的新基地，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大统领，你快去看看吧！军医说，副将哥哥他快不行了。怎么回事？早上我下山时，陆征的伤势不是还算稳定吗？大统领，陆副将他半个时辰前突然浑身滚烫，伤口流出的全是黑臭的脓水。孙御医说邪毒已经入了心脉，让大家准备后事。传闻凶名在外的黑风寨，里面竟然是一个被朝廷遗弃的伤兵营和难民收容所。
大统领，老朽无能啊！陆副将这刀伤太深，又拖了这么多天，伤口已经彻底烂透了。现在高热不退，牙关紧咬，连药汁都灌不进去了。老朽实在没有回天之力了，您还是让他安静的走吧。放屁！陆征跟我出生入死8年，在死人堆里爬出来多少次都没死，怎么能折在这个破地方？孙老头，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用最好的药，必须把他给我救回来！大统领，真没救了呀！除非神仙下凡，否则神仙救不了他，我能。你懂医术？我说过，你们缺药，我能治伤。典型的重度创口感染，引发败血症和全身性高热休克，腐肉必须立刻进行彻底清装切除，伤口内部需要缝合止血，并且要立刻采取强项手段退烧和消炎。如果再耽搁半个时辰，他就彻底废了。你这女娃子胡说八道些什么？什么清创？什么缝合？人的皮肉又不是破布，怎么能缝？大统领，这是哪里来的疯女儿？这可是副将的遗体，岂容他在此大放厥词，亵渎将士？我叫沈念，现在我需要一间绝对干净的屋子，除了你，所有人都滚出去。准备3大盆烧开的沸水，几块干净的棉布，还有，不管接下来在里面看到了什么，闭紧你的嘴，不许打扰我。大统领，不可啊！这女人来历不明，说不定是朝廷派来的刺客。闭嘴！按他说的做，立刻去烧水，把这间屋子腾出来。谁敢违抗，军法处置。如果你救不活他，或者你在他身上动手脚，别废话了，你站远点，别挡光。空间异能，气，有这些就不怕了。可能会有剧痛，如果他挣扎，按住他。我要开始剔除腐肉了，场面不好看，你受不了可以闭眼。这个女人在给人刮骨的时候，眼睛竟然都不眨一下，这哪里是养在深闺的大小姐，分明是个比刽子手都要冷静的怪物。穿针引线，这叫缝合组织，能让伤口闭合，加快愈合，防止2次感染。手术很成功，他的命保住了，最多半个时辰，高烧就会退下去。今晚只要不反复，明天他就能睁开眼睛。到底是人是鬼？大统领可是觉得害怕了。刚才在山下我说过，我能让你们这群残兵活下去。现在，我兑现了我的第一个承诺。大统领，既然我展现了我的诚意和价值，现在我们是不是该坐下来，好好谈谈关于我在这座寨子里的地位，以及我们未来的……大统领，大统领，不好了，真的不好了！陆征已经没事了，还有什么事慌成这样？不是陆副将。是粮仓，是粮仓啊！负责管后勤的李叔刚才去清点粮仓，发现底下的几个粮仓全空了。咱们寨子里连1粒糙米都找不出来了。兄弟们和那些家眷已经整整3天没吃过一顿饱饭了。这几天又降了温，大雪眼看就要封山了。你刚才在山下说，你不仅能治伤，你还能找粮。我不仅能找粮，我还能让这寨子里的几千口人顿顿吃饱。甚至吃上肉，但是我的粮食不养闲人，更不养不听话的白眼狼。从今天起，黑风寨的后勤调度、营地规矩，必须由我说了算。你要夺我的权，沈念，你胆子未免太大了。你信不信，只要我一抬手，门外的亲兵就能把你剁成肉泥？夺权？大统领太看得起这破寨子了。
外围防御漏洞百出，营房连风都挡不住，武器生锈卷刃，将士面黄肌瘦。你们现在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群在等死的难民。我不要你的兵权，战场上的事你说了算，但我负责让你手底下的兵吃最饱的饭，用最利的刀，穿最暖的甲。我要你这支残兵脱胎换骨，变成一支真正无坚不摧的钢铁之师。这笔买卖，你做不做？好，只要你拿出粮食，这黑风寨的后方交给你又何妨？但若是你敢耍什么花样，少废话，带我去点将台。大统领，俺有罪呀！早知道没粮了，俺前几天就不该熬那顿稠粥。如今这大雪一下，大伙儿可怎么活呀？李叔，起来，起来！大统领，刚才在山下，你手下的人应该还没来得及查验这些箱子吧？沈家将你当成弃子送来，这箱子里装的无非就是些冲忍面的破铜烂铁或者石头罢了，能当饭吃？沈娇和她那个恶毒的娘确实在箱子里装满了石头，想让我到了边关后走投无路。在之前，我就用意念将这10个大红木箱里的石头全部替换成了我异能空间里的战略物资。不过，他们算漏了一点，我在离京前动用了我生母留下的所有人脉，将里面的石头全换成了能救命的东西。粮食是粮食，还有肉啊！站住！谁敢抢物资，就剁了谁的爪子。粮食我有，足够你们熬过接下来的半个月，但我的粮食不白给。从今天起，黑风寨实行军工与劳作积分制，想吃饭就得干活。青壮士兵每日操练修治防御工事算满分，吃干饭配肉。妇女老人负责烧火做饭缝补衣物，算基础分，吃饱肚子。伤残老兵不能上阵杀敌，就给我制作弓箭打磨兵器，一样能换粮食。多劳多得，立功重赏。偷奸耍滑违抗军令者，立刻驱逐出寨，自生自灭。听懂了吗？这不仅是粮食，这是在重塑一支军队的军魂。大统领，沈姑娘的话，你们听清楚了吗？从今日起，她的规矩就是黑风军的铁律，她的军令就等同于我的军令。违令者，斩！大统领威武，沈姑娘威武，黑风军誓死效忠。而这一次，拴着他们的缰绳握在了我的手里。你的排兵布阵之法很独特，也很有效，这绝不是京城后宅里能学到的方式。你到底是谁？大统领不必探究我的过去，你只需要知道，我沈念与大周朝廷势不两立，敌人的敌人就是最坚定的盟友。这10箱物资最多撑半个月，想要真正立足，我们得自己造。营地的防线太差，必须建高炉、烧水泥、打铁器。还有，马上就要入冬了，我们需要大批的冬衣和更多的战马。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朝廷的封锁线很严，我们东西哪怕有银子也买不到。谁说我们要去买了？大统领忘了你们黑风军的老本行了吗？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禀报大统领，副将，虎牢关方向发现一支大型车队，边关太守运送的物资足有50辆大车。看清楚押运兵力了吗？看清楚了，押运兵力大约300人。而且，大统领，这支车队的押运官，属下看清楚了，那旗子上写的正是沈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刚想打瞌睡，这送枕头的肥羊就自动送上门了。沈字大气，千真万确，属下抵近侦查过，押运官穿着京城来的武官服，带队的人叫王权，是京城新贵王侍郎家的远房堂亲。看来我那位好妹妹在京城过得很是风光啊，这么快就跟夫家勾结在一起，把手伸到边关来捞油水了。王家主管户部，这支车队打着他们的旗号，运送的绝对不是普通的边关军需。探头，
查清楚大车里装的是什么了吗？回大统领，前头20辆车装的应该是过冬的棉衣和精细粮草，中间10几辆用黑防水布蒙着，属下不敢靠太近，但隐约听到了铁器沉闷声响。最蹊跷的是后面10辆车，那是囚车，里面关着上百个人，全都被铁链锁着，看着像是流民，但手上都有厚茧。铁器，囚车，他们这是在以权谋私，走私军备。那些囚车里关着的也不是普通流民，手上长着厚茧，极有可能是被朝廷安上莫须有罪名的工匠。王家和沈家，这是要在边境私建兵工厂或者黑矿。这群国贼，我们在前线舍生忘死，他们竟敢在背后倒卖军需，奴役大周子民。大统领，骂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50辆大车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大礼包，棉衣、粮食、贴铁，还有我们现在最急缺的工匠人才，干不干？黑风军沉寂太久了，是时候让这帮京城的蛀虫见见血了。但是，敌方有300精锐护卫，我们营中目前能战的青壮只有150人，正面硬碰，伤亡太大。谁说我们要正面硬碰了？在绝对的战术代差面前，人数没有任何意义。落雁谷，一条2侧绝壁，中间只能容纳2辆马车并行的狭长峡谷，也是车队前往边城必经之路。这里就是王权的埋骨之地。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向你们展示什么叫做现代特种不对称作战。从2-1的高点火力压制到谷口的滚木断后，这些伏击战术，你们必须死死嚼碎了记在脑子里。他绝不是什么深闺怨妇，而是一个真正的为战争而生的修罗。快点，都给老子快点，磨磨蹭蹭的！要是耽误了事儿，老子扒了你们的皮！距离300步，风速4级，偏西南。动手！一心保护大人！这是天罚吗？烟幕掩护，全军突击！我的眼睛，这烟里有毒！快退！杀！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这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完美伏击。留了几个活口？按你的吩咐，杀了反抗的，剩下百10代人缴了械。那个领头的废了双腿，留着条命。我的腿！饶命！饶命啊！你是沈家那个废物嫡女，沈念！不可能！你不是被送去给安北将军那个老疯子了吗？你怎么会跟黑风军这群土匪混在一起？你没死！你的消息太滞后了，回去告诉我那好妹妹沈娇，还有她那个自以为是的公公。这北地边关的规矩，从今天起不是朝廷说了算，更不是他王家说了算，是我沈念说了算。这只耳朵就当是给沈娇的新婚贺礼，带着你剩下的人滚回京城。如果再让我看到你们踏入边关半步，下一次削下来的就是你们的脑袋。我的耳朵！留下他，不仅是为了立威，更是要让他们日夜寝食难安。大统领，发财了，大丰收啊！后头10辆马车里全都是提炼好的上等生铁，足足有几万斤。有了这些，咱们兄弟的刀枪全都能换新的了。几万斤上等生铁，在这边境，铁就是命。不仅有铁，还有人。不用怕，我们是黑风军。我知道你们都是被朝廷奸臣迫害、无法入狱的清白手艺人。王家想把你当奴隶去挖黑矿，但我不同。跟我上山！只要你们肯用双手为黑风军打造兵器，我沈念保证你们顿顿有肉吃，个个有寒衣。你们的家人，黑风军替你们养，在这里你们不是罪奴，是大周真正的功臣。小老儿愿为姑娘肝脑涂地，愿为黑风军效死。这一刻，我收获的不仅是一批顶级技术人才，更是上百颗死心塌地的忠诚。这是一场完美的胜利，海量的物资、过冬的棉衣、无价的生铁，以及这批宝贵的工匠。干得漂亮！
回山。大统领，沈姑娘，你们快来看，这车底板下面有暗格。大统领，信上写了什么？这不是走私军需的账本，这是朝廷兵部联合敌国北狄大军，准备在下个月初雪之时，彻底血洗边关6城，将我黑风军赶尽杀绝的卖国契约。卖国契约？荒唐，简直荒唐至极！大统领，既然他们不仁，我们不如反了。反？拿什么反？北狄大军骁勇善战，兵力至少10万。而你们黑风寨满打满算，加上今天救回来的工匠，能拿刀的不过300人，拿头去跟10万铁骑拼吗？那你说怎么办？难道眼睁睁看着边关生灵涂炭，看着兄弟们坐以待毙？坐以待毙，从来不是我的行事风格。密信上说，北狄大军会在下个月初雪之时南下，也就是说，我们还有整整30天的时间。大统领，既然大周朝廷已经不要这片土地了，那我们就把它接管过来。这30天，我要把黑风寨打造成一座固若金汤的钢铁要塞，我要让北狄的10万铁骑全部撞死在我们的城墙下。全军听令，携物资，连夜回寨。从即刻起，全寨上下皆听沈姑娘调度。这一夜，对黑风寨的所有人来说，是一个彻底的不眠之夜。这辈子没吃过这么香的饭，以后这条命就是黑风寨的了。天一亮，我便在点将台上召开了第1次基建扩大会议。时间紧迫，我们分3步走：农业、军工、防御工事，必须同时进行，人歇机器不能歇。李叔，在。沈姑娘，您吩咐。我那几片红箱子的底层，还有一批我生母当年高价从海外弄来的特殊良种，实际上那是我昨晚从空间里翻出来的土豆和抗寒冬小麦的种子。在末世，为了应对极端气候，这些种子经过了无数代基因改良。这些种子生长周期极短，而且极其耐寒耐旱，产量更是惊人。后山有几处天然的温泉地热，你带所有的老妇孺立刻去那里开荒。我教你们搭建温室大棚，把这些种子种下去，最多20天，我们就能收获第一批新鲜口粮，彻底实现粮食自给自足。老天爷啊，冬天也能种出粮食！好，俺这就带人去挖地。老王头，沈姑娘，您说要打什么？只要有铁，老朽就算拼了这条命也给您打出来。我不要拼命，我要你们用脑子。我们现在的武器太脆，一碰就断，那是因为你们用的是生铁，杂质太多。我要你带着所有工匠在山寨风方建暂立古风高炉，我要把这些生铁全部炼成百折不摇的金刚。这竟能让炉温高到这种地步，太妙了！若真能成，这打出来的刀绝对削铁如奴。不仅要打刀，这是复合滑轮弓和连发重弩的图纸。我要在初雪以前看到500把新式武器列装全军。那我呢？我的黑风军该做什么？大统领，基建交给我，而你要把你手下这些散兵遗母练成一群真正的死士。负重越野，伪装潜伏，10万大军攻山，我们就化整为零，他们打游击战、阵地战，能做到吗？如果连这都做不到，我小优就自刎在这点将台上。神迹，这是神迹呀！神迹，沈姑娘显灵了！
好可怕的穿透力！有了这种武器，北狄的重装骑兵在我们面前就成了活靶子。沈念，我萧哥这条命，还有这黑风寨3000口人的命，从今往后皆为你手中之任。剑锋所指，万死不辞。大同量言重了，我们是盟友，更是战友。我要这天下少不了你为我冲锋陷阵。报！北狄大统领沈姑娘，北狄大军扣关了。朝廷的边防军不仅没有抵抗，反而打开了虎牢关的大门。敌军的前锋营5000重甲骑兵，距离我们黑风寨不足10里了。慌什么？大周的边防军是软骨头，那是他们没吃饱饭，没拿好刀。你们手里握着的是什么？是吹毛断发的金刚。你们脚下踩着的是什么？是炮弹都轰不塌的水泥城墙。5000骑兵又如何？今天我就带你们看看，什么叫来多少死多少。全军听令，非战斗人员立刻退入后山岩洞掩体。连弩队上2侧冷保，陌刀队在寨门后列阵，准备迎敌。大周的杂碎们，听说这山头上躲着一群朝廷都不要的流寇，老子今天心情好，给你们半炷香的时间，乖乖打开寨门，交出所有粮草和女人，老子或许还能留你们个全尸，否则等老子的铁蹄踏破你们这破木头寨子，鸡犬不留。距离250步，已经进入复合亡灵宫的有效射杀范围了。大统领，既然客人这么着急送死，那就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第一轮抛射，专射马腿和五甲部位。放！我的腿！这不可能！大周的弓箭怎么可能射出200多步？传统的角弓有效射程不过100步，而且很难穿透重甲。但他们面对的是运用了现代滑轮省力物理学和高碳钢箭头的跨时代武器。移袭，他们有强攻，盾牌掩护，全军冲锋，踏平这破寨子！连弩队，平射，覆盖打击！撞开他们的寨门，用铁索拉垮他们的幕墙！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撤！快撤！回虎牢关！现在想跑，晚了。大统领，准备接收战利品吧。这是什么？这是妖术啊！敌将已死，陌刀队，随我出城冲杀，一个不留！沈念，我们赢了。这5000重甲只是个开始，
有这座城墙和你的武器，哪怕北敌10万大军齐聚，我们也绝对守得住。守得住？大统领，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这区区一个山头，能装得下多少野心？一直挨打防守，从来不是我的作风。朝廷既然不要这6城百姓了，我们就要。今夜让兄弟们吃顿好的，明天一早，我要你率领装备了新式武器和战马的300精锐，随我出征。出征？我们要去哪儿？去虎头关，去杀了那个打开城门引狼入室的卖国贼。我要在北敌10万大军反应过来之前，抢在他们前面，将边关6城全部变成我沈念的地盘。出发，目标虎牢关。将军，你看，回来了！北敌人的重甲骑兵回来了！快打开城门，迎接各位北敌将军！这座阻挡了北敌人100年的雄关，没有被敌人的长矛攻破，却被自己人的贪婪腐蚀的千疮百孔。全军听令，亮刀！黑风军，怎么是你们？北敌大军呢？北敌大军，他们已经在黄泉路上等你了。萧大统领，饶命！我也是奉了京城王大人的兵部调令啊！虎牢关已被接管，放下武器者不杀。传我的命令，以黑风军的名义开仓放粮。朝廷放弃了你们，但黑风军没有。从虎牢关还有边关6城，有我们治下子民，绝不让一人饿死，绝不让一人冻死。短短3天时间，边关6城这片被朝廷视为弃子的土地，彻底沸腾了。大可汗以为只要他一到，内焰就会打开城门，让他长驱直入，但他面对的是已经换了主人的虎牢关。大统领，这10万人你吃得下吗？有你打造的城墙和武器，莫说10万，便是100万也休想跨过虎雷关半步。开炮！放箭！撤！快撤！杀！报！黑风军收复边关6城，并一举全歼了北敌主力。你说什么？兵部勾结北敌，出卖边关，6城百姓差点成了刀下亡魂，朝廷必须给天下一个交代。彻查卖国贼，兵部要抄命！开门！抄家，满门抄斩！陈交，流放边关，冲入苦役营！都给我老实点儿！前面就是北境之王的领地了，谁要是敢惊扰了王后娘娘的车驾，老子扒了你们的皮！沈念，
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明明应该被折磨死了！把他拖下去，按照规矩送去北山的石矿砸石头。没有我的命令，他这辈子都不许死，必须干到老。宅斗争宠，在我的大爷面前，他连当一块绊脚石的资格都不配。经过这3个月的整顿，边关6城已经彻底连成一片，几十万百姓安居乐业，萧哥的冤屈被彻底洗刷。皇帝甚至想要封他为异姓王，哀求他回京辅政，但萧哥当着钦差的面，一把火烧了圣旨。你在想什么？我在想，启禀大王王后，京城传来急报，老皇帝驾崩，几位皇子为了争夺皇位打出手，中原大乱。南方的楚国趁火打劫，已经跨过了长江天险。大统领，这北京6城是不是显得有点太紧了？传我军令，全军集结。这天下烂透了，那就由我的王后亲手给他们立个新规矩。